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Quiz Kimia Kebangsaan 马来西亚全国化学比赛。那虽然这个比赛的名字呢是以马来文来命名的，但是大家不必担心，因为这个比赛里面的比赛题目呢将会是有英文和马来文两种语言的。So 这边可以看到我这里写着的是一个 K3M，这个 K3M 为什么它的3是小小搁在下面的？那 K3M 又代表着什么意思？So 非常简单。那这个 K，Quiz Kimia 的 K，Kimia K，还有Kebangsaan的 K，当我们把它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拿到3个 K，还有 Malaysia。在化学里面，假设我们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 compound，这样我们就会有3个 K。在化学里面，我们会以一个小小的 subscript 写在下面，代表它这个 K 重复了3次，然后把下一个 element 写在后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 K3M 的名字的由来。那在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将会以什么身份来向大家分享这个比赛？因为我是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2年在 K3M 这个比赛里面，很荣幸的成为了全国的最高分的得主。那我将会以这个过来人的经验去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比赛是什么来的，然后会给大家一些 tips 关于如何在这个比赛拿到更好的成绩。那在我正式开始之前，需要向大家交代的一点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我是会以首播的一个形式，也就是 Premiere 的方式来向大家去播出的。也就是讲，虽然这一期的分享呢，我是已经提前预录好了的，但是呢，我会跟大家就是一起在同一个时间把这个 video 放在我的频道过后，那我就会跟大家一起同时去观看这个影片。也就是讲，如果你在看我的这个分享看到一半的时候，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发问，或者是你纯粹想要跟我聊天，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Premiere 旁边的这边的 Live Chat，就是直接跟我交流。那我在这个分享的结束之前，我都会一直在这里留出来，这里去跟大家互动。当然，如果讲你今天看到我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它已经不是首播的形式了，就是它已经是普通的 YouTube video 的形式了。那其实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你一样可以直接在下面的这个 comment section 里面去向我发问，然后我就是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去协助你去回答你的问题。好的，那我们马上来进入今天的这个重点。那在今天的这个影片里面，我将会跟大家分享哪一些东西呢？关于 K3M， 第一个部分就是谁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那除了谁可以参加之外，你也可以知道，如果你符合这个参赛资格，那你会是在哪一个组别？然后，当你今年参加过后，你明年是否还有机会去继续参加这个比赛？除此之外呢，K3M 这个比赛与 SPM 的差别是什么？到底哪一个比较难？或者讲去 compare to 你的普通的学校考试，K3M 的特点又是哪些？除此之外呢，还有 K3M 的比赛格式。比赛格式就包括了题目有多少题啊，比赛的时间有多长啊，然后就是它是选择题还是怎样。除此之外呢，还有奖项的分配。在比赛里面，我们要参加一个比赛，我们肯定需要去了解到底需要拿到多少分，会拿到什么样的 grade。那这点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可能会非常期待的就是我会向大家去分享身为 top scorer 的这个经历，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故事，到底从一个普通人成为这个 top scorer 我做了什么努力，然后成为 top scorer 过后你会拿到什么好处，就是你的福利，就是他会送你什么东西啊等等。除此之外，还有 sample question，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讲，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我除了会跟大家讲这个 K3M 的所有的格式啊等等，还有分享我自己的经历之外，我也会跟大家去准备好几道题目，就是 sample questions 来跟大家分享，到底 K3M 的题目大概是长什么样的。然后我会马上演示给大家看，就是每当我看到这类型的题目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会有怎样的 idea 去做这些题目，以及我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做完这些题目，那我都会在这个 sample questions 的部分去跟大家一一说明。第7就是如何去报名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的形式又是怎么样的？是线上还是线下？这些都会跟大家去分享。那
最后呢，就是会为大家去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议，跟大家分享一些 tips， 到底要在这个比赛里面走得更远，或者讲拿到更高的分数，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在比赛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哪些东西。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将会在这个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希望大家呢，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分享里面都专心致志的去听我的每一个部分，可以千万不要 skip 掉我的这个影片的任何一个部分，因为真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点。那这边也鼓励大家，如果讲你身边有笔和纸的话，你可以马上把它拿出来准备好，那在听到重点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的记录下来。当然这个影片呢，我在这个首播结束过后呢，我还会继续把它保留在我的 YouTube 频道的。因此假如讲你在日后，比如你在比赛的前几天，你突然间想要看回我的这个影片，去复习一下到底有什么 tips 啊，或者是纯粹想要就是激励一下你自己，在这个比赛可以做得更好，那你都可以随时去看回我的这个 video， 你只需要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子聪学长说 Mr. On Talk 上面找到我的频道，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个影片了。好的，那我们马上就进入正题，在跟大家去分享 K3M 的这个详情之前，那先在这边就重新的做一次的自我介绍。那我今天的身份呢，将会是在2018年以及2019年连续2年的这个 K3M 的全国最高分的身份，来去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经历，还有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左边的这个图片呢，其实就是我在2019年去领奖的时候拍到的一个照片。大家如果有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的这个头像呢是一样的。我的 YouTube 频道的头像其实就是从左边这张图片可以 crop 出来的。那这是因为呢，这个领奖对我来讲是纪念价值很高，就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荣誉啦，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的 YouTube 频道的头像里面，那让我一辈子都可以记得我曾经有这个光荣。除此之外呢，如果讲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那可能这是你第一次认识我。那我目前呢是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呢就读医学系，也就是讲日后呢将来我将会成为一名医生这样子哦。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去详细的分享 K3M 这个比赛。好的，那为大家去展示的就是这个在 K3M 2018年的时候的这个 Top Scorer Award 的 list。OK， 其实这个比赛呢是会有2个组别的，等下就会跟大家去分享。那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参加的是 O Level 的组别，所以我成功的成为了这个全国最高分之一。可以看到这边其实人数并不是讲全国最高分只有1个人，这是因为呢这个比赛其实它是选择题的。待会我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比赛格式，请大家不用担心。那这个选择题就代表讲很有可能会出现可能不止一位的全国最高分，可能你同时会有3个人都拿到一样的分数，那这3个人肯定就会都成为这个 top scorer。除此之外呢K3M 呢它也并不一定是讲只会选就是最高分的，有时候它也会选 second top scorer 一起邀请去参加这个就是去领奖，去 Top Scorer Award 的这个领奖仪式。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呢，大概呢每一年的每一个 category 会有大概不到10个人左右。也就是讲，可能你是全国第2高分，并列第2高分，那你也是有机会成为这个 Top Scorer Award 的 winner。那在2019年呢，也就是在隔一年的时候，那我又有成功的挤进了这个 Top Scorer 的 list， 可以非常的幸运。那就是在3号这里，这是我的名字，这也是我的名字。So 这个时候呢，我参加的组别已经是另外一个比较高阶的组别，叫做 A Level 的组别，也非常荣幸的又拿到这个 Top Scorer list。那可以看到就是刚好这2年的这2个不同 category 刚好都是7个人，但是这个人数呢它其实不一定是7个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浮动，所以我这边没有办法告诉你今年到底会有多少个 top scorer，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努力的去争取成为最高分或者第2高分这样子。好的，那在我继续分享 K3M 的一些 technical 部分的东西，就比如比赛格式等等之前，给大家看看我的 K3M 的这个比赛的历史。在2017年，也就是我才中四的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在中四的时候，我是刚接触化学这个科目，因为在国中我们是中四才开始读 chemistry 的嘛。那我拿到的成绩呢是 Distinction Award。Distinction Award 呢，它的马来文是叫做 Kepujian， 它其实是第2高级的一个 award 了。那这个 Distinction Award 呢，
对我来讲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啊，因为中四的学生是不太容易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因为在 K3 这个比赛里面，它是有 Form 4还有 Form 52年的，就是他会考 Form 4的东西，也会考 Form 5的东西。I mean for O level 的话，当然 for A level 的话，他会考更深奥的东西，等下我会跟大家讲解。所以呢，在中四的我成功拿到 Distinction Award， 其实是已经就是比我的学校的不少的中五的学长学姐呢拿的还要好的成绩了，所以其实我已经非常满意我的这个 Distinction Award 的这个成绩。那等下呢也会去跟大家分享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成功的让我在中四的时候就成功就是超越一些中五的学长学姐拿到一个 Distinction Award， 待会会跟大家分享我的 tips。那然后呢，在隔一年呢，2018年的中午的时候，我有再一次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就非常幸运的拿到最高的 award， 也就是 High Distinction Award。同时呢，也非常荣幸的就是入选了这个 Top Scorer Award， 全国最高分的这个奖项。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这是我第3年，也就是我最后一年参加这个比赛。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 Pre-U 的学生了，就是我已经开始读我的 Asasi Bintang， 然后就是 SPM 过后，然后大学之前的那一个阶段。在 Pre-U 里面呢，我也很荣幸的再次拿到 High Distinction Award， 并成功成为最高分的其中一个人，然后拿到 Top Scorer Award。所以我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成功帮助我在这个中四、中五和 Pre-U 都拿到不错的成绩呢？大家千万一定要留守我的这个影片的每个部分，那我随时都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的这些 tips。好的，那马上在讲完了我的这个 K3M 的比赛史过后，我就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个比赛的一些格式方面的东西。那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虽然我看起来像是很厉害，可以拿到2次的 Top Scorer， 但是其实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做到的。而且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四的时候呢，我也是只拿到 Distinction Award， 是还没有拿到这个 High Distinction Award 的。所以假如讲大家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或者讲大家对这个比赛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其实不用担心 ，OK？ 我不是天才，我也是靠努力而来的。如果你根据我待会儿会跟你分享的这些 tips， 然后去好好努力的话，你也是可以拿到一个你自己满意的成绩的。好的，那我们马上来分享这个比赛到底谁可以去参加。但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将会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其他的比赛。先前有分享过一个叫做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的比赛，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为大家分享其他的比赛。那每当我在做比赛分享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如果你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你不符合他参赛资格的话，那就算你听完我的这整个 video， 你对这个比赛很有兴趣也没有用嘛，其他的意义也不大。最多你可能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参加而已。那所以到底谁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呢？也就是高中的学生，就是中四、中五的学生，或者是 Pre-University 的学生。那马上进入下一个 slide， 它是可以被分成2个组别。第一个组别呢是 O level 或者又称 Peringkat Asas， 就是中四和中五的学生 ，SPM level 的学生。当然这边讲的中四、中五，其实它就等同于，如果你是读中生的话，就是高一和高二。如果你是私立学校的学生，那你就是 Grade 10跟 Grade 11。那基本上就是大概16、17岁的这个年龄 ，SPM level 你就会是 O level 的组别。而如果你是 Pre-U 的学生的话，那你就会是 Peringkat Lanjutan， OK， 你已经中学毕业了，那你现在在读着 Pre-University， 所以你就会是这个 A level 的学生。那 Pre-U 包括哪些呢？其实就包括了中6，也就是 Form 6的 STPM 啊，然后读中的高3啊，或者是 Matriculasi 啊、Asasi 啊、Foundation 啊、A level 啊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 Pre-U 马来西亚所有的 Pre-U。顺带一提啊，其实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为大家去分享过几支影片是关于升学资讯的，所以就我跟大家分析马来西亚到底有哪些 Pre-U， 然后每一个 Pre-U 的利与弊，以及怎么样的人会适合什么样的 Pre-U。 因此假如讲你目前是还没有读 Pre-U， 可能你是刚 SPM 毕业，又或者是你还在读着中四或者中五，对未来感到迷茫的话，那非常强烈建议你去看我的这几个 video， 会帮到你就是选择好哪一个 Pre-U 最适合你对你而言会最好。
那回到正题 ，K3M 这个比赛 ，so 这是它的2个不同的组别，可以明显的大家都会知道的一点就是，肯定 A level 的组别，可以 Peringkat Lanjutan 的组别，它的题目肯定是难过 Peringkat Asas O level 的组别的。So for O level 的时候呢，它会考的东西呢都是 SPM level 的东西而已。就是虽然它的题目不简单，但是只要你拥有中4和中5的这个 chemistry 的 basic 这个 knowledge 的话，你就已经可以足够让你去做 O level 的题目了。而如果你是 O level 的学生，想要去做 A level 的学生，基本上是很难很难的。所以 for A level 的学生呢，那你就是 Pre-U 的学生嘛。所以 Pre-U 的知识，当你已经拥有 Pre-U 的知识啊，你一样是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个 A level 的题目了。所以它的差别其实就是这是 SPM， 这是 Pre-U，OK， 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可以容易理解的一个差别。好的，那接下来大家会很有兴趣的一点就是，到底 K3M 这个比赛相比起你的学校考试或者是 SPM 这类型的就是考试呢，到底它的差别是什么？哪一个会比较难？那当然，由于这是一个比赛嘛，它肯定必须要比 SPM 还要难，才会有比较挑战性。所以它的题目呢会有不少的就是计算的题目，相反的在 SPM 里面呢。我们通常是很少会考你计算的题目，就算有考也是很 straightforward， 很直接的，你一看题目你就知道要怎样算了。但是 K3 它有时候会比较绕，会需要你去多动脑筋，然后才可以想到要怎样，要用什么方法来去做这些题目。OK， 所以这是 for K3 和 SPM 的一个差别。那如果你能够在 SPM 考到很好的成绩，并不代表你可以在 K3M 拿到很好的成绩。你需要的是更多的努力，还有就是多做这些历年考题，你其实就会更加的熟悉了。然后呢，可以看到就是当你有比较多的计算的题目的时候，通常你就会比较耗时间，对不对？那到底这个比赛呢，它的时间有多长？它又有多少道题目？到底我们是不是足够一定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谈到的就是比赛的格式了。K3M 的比赛格式有哪些？首先就是比赛时长为1小时又20分钟。换句话讲就是80分钟，80分钟够还是不够？那这就要 depends on 我们有多少道题目。它的题目是不管是 O level 还是 A level 的任何一个组别，都是40道题目，而且都是选择题。相信多数的学生对选择题都会比较喜欢啦。OK， 我个人其实也是喜欢选择题，因为当我们不会做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随便选一个。那到底如果我们随便选一个，会不会就有发生答错扣分这样子的情况呢？又或者讲我们的选择题我们的选择一共有多少个选择？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就是蒙中？答案是我们会有4个选项，其实并不是很多选项，蒙中的几率有25%，是蛮高的。然后答错是不扣分的。当我们一知道答错不扣分，其实我们就懂，在我们交卷之前，就算我们还来不及做完，又或者是我们不会做剩下的题目，那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可以就是随便圈完它的题目。然后就是随便选一些答案，然后才交卷。所以当我们知道它是选项，它有选择题的时候，它一定这类型的比赛，它一定会是用 OMR paper 来就是你会需要去涂黑你的那个答案在一张额外的纸，然后会用机器去帮你批改的。所以它的比赛题目会有英语和马来语双语。那刚才就忘记讲到一点，就是80分钟的时间，40道题目，如果你拿来直接出的话，你会发现每一道题目呢，平均是2分钟的时间。2分钟，如果讲它并非计算的题目，2分钟其实还算是挺足够的。但是如果它本身是计算的题目，然后又是比较烧脑的题目的话，那可能2分钟就不太够了。所以时间方面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如何才可以帮助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如何要去去更妥善的去安排你比赛的这个80分钟呢？首先当然是如果讲你对计算题比较没有这么擅长的话，那你可以先挑掉，最后才回来做。然后呢就是你需要去多做一些练习，你可以多做 K3M 的这些历年考题。那当你比较熟悉它的题目过后，你就会知道这类型的题目你要怎样做，它就可以帮你提升你的速度啊。OK， 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sample questions， 就可以帮助大家有更清晰的概念。所以记得留守我的影片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会是重点，要跟大家去分享。那比赛题目的语言刚才就有提到，它是有英文和马来文双语的。它会是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呢？这是答案，就是讲
相信大家对以往的年不会有太大的兴趣，那我们这边就直接 focus 从2017年开始至今。OK， 目前呢，相信之后应该也会是这样子，就是上面会是英文，然后下面会是马来文，意思就是讲，比如今天他告诉你第一题的题目，然后他用英文来表达，然后在进入第二题之前，他会马上用马来文来翻译给你，再来他会给你选项，然后才到第二道题目这样子。OK， 所以会有双语，所以无论你是用英文还是马来文来作答，那其实都没有问题，你都可以去理解到的。我自己本身呢，可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但我比较喜欢在我的分享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穿插一些我个人的小的故事或者经历，以便这个分享呢会比较有趣，希望大家会喜欢。OK， 那喜欢我的这个展现方式啊。那无论如何呢，我要表达就是我在以前呢，我是中学的时候，中四的时候呢，我的老师是用英文来教我的，但是在中五的时候，我是被另外一位不同的老师教，然后这位老师是用马来文来教我的，所以呢，我其实是英文和马来文都有学，可能会有点乱，但是往好一方面想，我英文可以理解，马来文也可以理解。当然，相信多数的你们 OK 都是要马上英文，要马上马来文一个语文而已。虽然如此呢，但是有时候，比如你看到英文有一些字你不懂，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下面的马来文部分的翻译，搞不好反而你的马来文会突然明白他想要表达什么。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 tips， 如果你看不懂题目，你其实是可以去看另外一个语文的。好的，那在了解这个比赛的格式过后，大家最有兴趣想要了解的一点，肯定就是这个比赛到底我需要拿到多少分，就可以拿到怎样的这个grade 的奖项分配方面的东西，所以就来到这里。那奖项分配呢是这样子的，在2017年的时候呢，如果你要拿到 cemerlang 的英文是 high distinction， 它是一样的意思来的，只是语文的不同，所以90到100分就是 cemerlang。OK， 90分是什么概念？就是40题你只可以错4题而已，你需要拿到36题的答对才可以拿到 cemerlang。那 Kepujian 也就是 distinction， 就是我在 Form 4的时候拿到的那个 grade 是70到88.5分。如果是 merit 的话呢，就是50到68.5分。那 merit 以下就没有奖。但是呢，在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它就有做到一些微调。80到100分，你就可以拿到 high distinction， 也就是 cemerlang 了。而你要拿到 Kepujian 呢，相比起以前的70分，你现在也只需要60分就足以让你得到Kepujian的分数。merit 的话，则一样是50分，也就是答对一半，要答对20题。OK， 那这个分数呢，其实每一年它是不一定会一样的，它有时候会调整的。它调整的因素是什么？就是题目的难度，还有学生的表现。如果讲，比如在2022年的时候全马的学生呢，题目都觉得很难，然后大家都不太会做，那就有可能会沿用80到100分cemerlang，甚至更低，所以这个分数会是会调整的。那大家其实不需要去太过纠结于这个分数的调整，你只需要尽力的去把你的考卷做好，在赛前做足够的准备，那你就有机会拿到更好的成绩。通常呢，很多学生呢在了解到这个奖项分配过后呢，其实大家是不满足于如此的，大家其实还更想要知道到底正常的人会在什么分数，到底你自己可能会拿到怎样的分数。那这边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fun fact， 就是一个事实，到底正常人多数的人会拿到多少分？其实呢，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呢，它不容易，所以其实很少人可以答对过半的题目的。要拿到 merit 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来的。OK，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比如你一间学校的学生一起去参加，就是可能有几十个人一起参加，你会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呢，不但拿到低过50分，甚至还会很多人是可能40分以下，30多分、20多分、10多分都有的。这是因为其实他们这个比赛它真的是不太容易。有一些学生假如讲他对化学的兴趣本身就不大，他只是为了课外活动分数而随意的去报名这个比赛，也没有什么认真的准备，那就很有机会拿到这种不及格的分数。所以这里鼓励大家就是，假如讲你对这个比赛有兴趣的话，那你是可以去做一些努力和准备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可以做的一些准备哦。那所以这就是关于这个比赛 K3 的一些格式的分享。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相信会很有兴趣的，就是我在 Top Scorer 的这个故事和我的经历，以及呢我拿到这个全国最高分，我到底拿到哪些东西。So
首先呢，会跟大家分享的是 Top Scorer 会拿到什么。那首先呢，就是第一个，OK，你会受邀去出席参与一个叫 Malam Kimia 的颁奖礼。这个 Malam Kimia 的颁奖礼呢，它会是用美食来盛宴款待你。当然，美食是一点，然后你会出席这个颁奖礼，它是很 glamour、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很有兴趣的一点就是，OK，你会拿到现金奖975令吉。可能你会发现到我在为这个影片设标题的时候，我写的是1000令吉，纯粹是把它去 round off 成为一个整数罢了。那到底为什么它是975令吉，一个如此奇怪的数字？为什么不是1000或者900？那等下会跟大家去讲，到底这个975其实它是被分成哪些东西。然后呢，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975令吉对我来讲，身为一个学生，其实算是很多很多的一个奖励了。没有多少个比赛可以给到你这么高的这个奖金的，更何况其实有很多比赛是没有奖金的。那第四呢，会拿到一个特别证书和文件夹，就是图里面我绷着的那个，左边是证书，然后包着证书的就是文件夹，有写着这个Malam Kimia 的文件夹。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拿到其他的纪念品。之所以我用其他纪念品来表示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其实你如果去看它的这个 K3M 的这个brochure 啊，就是它的宣传海报啊等等，你是找不到这个纪念品的。因为这个纪念品每一年都不一样的，它其实是 Malam Kimia 去送给来宾的一个纪念品。我不太记得我2年拿到什么，但是记得其中的1年呢，我是拿到一个很高级的餐具，这个餐具就有汤匙、叉刀，还有一个吸管，然后是很高级可以吸的那种。So 另外1年呢，我就不太记得了。总之就是会拿到一些非常有纪念价值的纪念品哦。然后第6呢，就是可以有机会去成为马来西亚这个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Olympiad 的这个代表。那非常遗憾的就是，尽管我拿到2年的这个 Top Scorer， 但是我是没有代表过 Malaysia 去参加这个 International 的 Chemistry Olympiad 的。原因是因为在我拿到 Top Scorer 的年呢，那一段时间其实就已经是疫情年代了。在疫情年代呢，这个 ICSO 呢就停办了，所以非常的不巧让我没有这个机会。其实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个人的梦想，一直以来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去参加世界级的，就是国际的赛事。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子做的话，那纪念价值是满满的。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成功达到这个目标。在未来呢，相信也会更加难达到，毕竟我已经毕业了。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照片，就是我在出席这个 Malam Kimia 的颁奖礼拍的一些照片。这个呢，就是 Malam Kimia 的现场。OK， 就是大家会吃一些很好料的美食，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呢去跟其他的 Top Scorer 去交流。我在这边其实就有认识到几位超级学霸的朋友，然后目前呢至今都有在关注着对方，所以大家都很厉害，所以我认为就是可以认识到新朋友也是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除此之外呢，这是我在2018年拍的一个颁奖舞台的这个照片，然后这个呢是它的 menu 就是它的菜单，它的菜肴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呢，就是 Malam Kimia 你其实是可以带多一个人，不一定是亲人，你也可以带你的老师去一起出席这个比赛不好意思，这个颁奖礼。那假如讲你今天成为了这个 Top Scorer， 你想要带我去，其实也可以。好了，开玩笑吧。那无论如何呢，你是可以自己购买你的位置，就是每个位置是200令吉。然后你就可以让多一个人去陪同你去吃这个食物，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你就是有两个名额可以去参加这个 Malam Kimia，那一个名额是200块，就算你没有带额外人去，你其实就好像你已经额外赚了400块，再加本来的975块，其实就是1375块，价值1375块的钱，所以如果能够成为这个 Top Scorer， 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福利。那这边给大家看的就是左边是我的证书，右边是我的支票，就是975令吉的支票。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讲到底975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奇怪。原因在于，其实它是有被分为500令吉的现金奖、200令吉的住宿、200令吉的交通，还有75令吉的其他津贴。当然大家不用紧张，就是这些975令吉呢，它其实都是会给你就是支票，他不会讲只给你500块，其他是你有去住宿，他才给你200块，并不是如此 ，OK，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975块，那你可以自由的去分配在你的住宿或者交通，或者讲，很像我的话，我是我是没有住在那里，然后就是讲，所以我会直接拿到975块进我的 pocket 这样子的意思。
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就是有一些的这些 top scorer 得主呢，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住在很靠近吉隆坡，有些人呢还会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比如东马。那东马你要过来的话，你就需要坐飞机，坐到这边了过后，你可能需要留宿一晚，跟你的家人一起，所以他就会给你一些额外的津贴咯。其实呢，如果你去看 K3的一个 brochure，就是它的海报的话，那它那边你是只会看到这个500令吉的现金奖而已的。OK， 它是没有告诉你200、275，就是总共975。就是讲，如果讲你不认识任何的一个 top scorer， 或者你今天没有听到我这个分享的话，可能你是根本就不知道原来 top scorer 不只会拿到500块，而是会拿到975块的。OK， 所以讲通常你要知道，就是要去参加一个比赛，要了解这个比赛呢，最好的了解方式呢，并不是通过官方，而是去通过好像我这种参与过这个比赛、经验丰富的人，那会帮到你更了解这个比赛，也会给你更多的这些比赛策略。那这个975令吉呢，它会是这样子区分给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很详细的知道到底我拿到的钱是否什么用处啦。当然最后我是把这975块全部存进银行。So for 一个学生，一个中五或者讲一个 Pre-U 的学生，那是还没有开始做工嘛，这个差不多1000令吉的这个奖金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多了，这是我拿到最多奖金的一次比赛，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然后更主要的当然就是这个比赛也带来了很多的荣誉给我咯。所以比如他的证书呢，他的这个 top scorer 的证书呢，就可以帮助到你。假如你今天呢去申请一些奖学金，或者你要申请一些大学，当那个考官看到哇，这位学生竟然是这个全国最高分，那他肯定会对你另眼相看。除此之外呢，就算你没有拿到 top scorer， 比如你拿到 distinction， 甚至是 high distinction 这种全国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拿到的这个奖项的话，那你其实也是可以就是也是非常的吃香，你的证书也是会就是人家会觉得对你另眼相看，觉得你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哦。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一个非常大的重点的部分，就是 sample questions。我有准备好几道这个 K3M 的历年考题要跟大家分享。OK， 那除了我给大家看这个 sample questions 以外，我也会就是亲自的去教大家要如何去解决这些 sample questions， 会给大家一些我的解题的构思、我的 idea， 以及手把手的去把那个解法写出来给大家，就是让大家一起去了解我的解法。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做一点补充。第一点就是我在解释这个 sample question 的时候呢，我本身呢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化学老师，我只是一个在化学比赛成绩比较好，然后对化学就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爱好者而已。所以我在解释的时候，可能就比如术语方面啊，又或者是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不一定可以像专业的老师这样解释到很好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不够好，还请多多包涵。第二点，我今天会给大家展示的 sample questions 呢，我会选择的全部都是 O level， 就是 Peringkat Asas SPM level 的题目，而不是 Pre-U 的题目。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在看着我这个影片的人，除了 Pre-U 的学生，也会有不少 SPM 的学生，就是讲2个 category 的学生都有。那如果我选 Pre-U 的题目的话， SPM 的学生就听不懂，但是如果选 SPM 的题目的话， Pre-U 的学生还是听得懂。所以我就选择 SPM 的题目，那大家就都可以一起去一起学习。如果你是 Pre-U 的学生的话，千万不要觉得无聊。第一，因为它题目本身也没有讲很简单。第二，就算你已经会了，那你也可以就是来跟着我一起复习，或者讲看看我的解法跟你的解法是否一样，看看是不是我的方法会更快，或者从中学到一些不一样的解题思路。好的，那第三个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我在讲解的时候，我会尽量以比较详细的方式来讲解，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观众呢，他是还没有学到那一课，那可能你对那一课是完全 blank， 所以我会就是从比较 basic 那边讲起，会比较详细的去解释，以便大家都可以完全的听明白。好的，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就来开始去讨论第一道的这个 sample questions， 就是这是 K3M 的一个 sample questions， 上面会是英文，下面会是马来文这样子写的。那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 equation， 这是一个 equation， 所以这个 equation 就有 potassium hydroxide 加 ethanoic acid， 然后就会拿到一些东西。所以当我们知道一个 acid 跟一个 alkali 加在一起的时候，酸跟碱加在一起，它其实就是一个 neutralization process。所以就算题目没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知道这个 process 叫做 neutralization。neutralization 会拿到什么？就会拿到一个是这个盐，一个是水。
OK， 这是固定的。那顺带一提啊，我中四的学生，如果你还没有学到的话，为什么讲这个是 acid？ 因为它的 H 在这里。通常 acid 我们是长这样子的，但是 for ethanoic acid 它会比较特别，它是在后面的。OK， 因为它是一个carbon compound。那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找到什么东西 ？OK， 题目叫我们做的事情是找到它的 volume。OK， 那我们先看这个 equation， 还有提到一点就是negative 54.6 kilojoule per mole， 这是 heat change 的意思。就算你没有学过 ，OK， 你其实也会理解到的。为什么？首先这边的 negative 代表着 heat release 出来，就是它 produce 出 heat， 它失去了一些 heat produce 去它的那个环境的周围，所以会是 negative。那无论如何啊，当我每次一看到这些比赛题目里面的数字，我马上就会去想一件事情，你觉得 54.6 跟 27.3 有没有关联？其实是有关联的，它的关系就是乘2。27.3乘2就拿 54.6， 所以当我知道这个关联了过后啊，就算我对这题一点 idea 都没有的话，我基本上我在尝试 decam 乱做的时候，我也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知道这两个东西，我一定可以把它拿来互相除。either 我拿 54.6 除 27.3， 可以拿到2，或者是我倒反除拿到 0.5， 因为这是一个很美的整数。OK， 那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不需要用 54.6 乘 27.3 的这个步骤。当我知道它其实除在一起就会拿到很美的整数。当然偶尔这个 tip 是有例外的啦，不过多数的情况下都会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到是整数的话，那你基本上它就是会除在一起。当然有些题目呢，它是还是会需要你除在一起而拿不到整数的 ，OK， 是有这样子存在的。所以我只是给大家多一些的 strategy。假如讲你完全没有 idea 的话，可能这是一个你可以用的方法。OK， 那这道题目呢，题目告诉我们的东西，它告诉我们的东西是这边，这是它的 concentration mole per dm³的 potassium hydroxide 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要做成OK potassium hydroxide， 然后我们要找它的 volume， 一边我可以 produce 出 27.3。So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注意看这个 equation 它的 mole ratio， 一个 potassium hydroxide 的 mole 可以 produce 出一个水。OK， 当我们讲这个 heat change for neutralization process 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水有多少 mole。那这边这个 equation 这边写的是 mole negative one， 就是讲在1 mole 里面你会 produce 出 54.6。当你 produce 到1 mole 的水，你同时也会散发的热量是 54.6， 而今天题目告诉我们是 27.3， 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拿这个54.6 跟 24.3， 我们会拿 24.3， 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除以 constant， 通常我们写在下面的都会是 constant， 这是一个 tips。 OK， 我会告诉大家很多的 tips， 在我的讲解不经意间跟大家透露一些 tips， 所以大家可以专心的去听我的讲解。所以我们就拿到OK， 不好意思，我们 27.3 除 54.6 会拿到 0.5 个 mole。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是讲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experiment 里面，我们的水是 0.5 mole。根据 mole ratio 的原理，这个 KOH 也是需要 0.5 mole 才可以 produce 0.5 mole 的水。所以 0.5 mole 的 KOH， 然后我们也知道它的那个 concentration 是 2.0 mole per dm³。最后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拿到 dm³。OK， 就会拿到它的 volume， 也就是题目要我们做的东西啊。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快速的就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其实当你看到它的答案这边，它的选项写的是 cm³， 就是 volume。cm³ 跟 dm³ 是类似的东西，只不过一个 dm³ 等于1000个 cm³ 罢了，它们都算是 volume 来的。所以也就是讲，今天我们要找到 dm³ 或者讲 cm³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如果讲大家不知道要用什么来除什么的话，其实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你们可以看这里，这是 mole， 这是 mole per dm³。我们看那个最复杂的那个unit， 我们可以单单看 unit 就知道要怎样做。所以我们看这个mole per dm³。mole per dm³ 的意思就是讲 mole 在上面 dm³ 在下面，就是讲今天这个东西是2，OK，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剩下我们要找的东西就是 mole 还有 dm³，我们照着这个 mole 在上面，我们就写在上面。所以 mole 的话是 0.5， 而它的 volume 我们不知道多少，我可以放一个问号。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拿到什么？我们会拿到你把它用数学的原理搬来搬去，你就拿到 question mark 等于 0.5 除2，也就是等于 0.25 个 dm³。
所以答案就是0.25个 dm cubic。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换回 cm cubic， 就是乘1000就可以了，你就拿到250 cm cubic。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出来了。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donkey 250个 cm cubic。OK， 所以我重复一点，这题呢，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tips 就是，假如你不知道哪一个除哪一个，或者讲你懒惰去记得的话，你其实只需要去找到最复杂的那个unit mole per dm cubic， 你把它照着它的原理写 ，mole 在上面 ，dm cubic 是 negative， 所以是在下面。你这样子写过后，你就知道这个数字2，它就会相等于那两个号码除在一起 ，mole 在上面 ，dm cubic 在下面，然后你可以用数学的原理去 rearrange，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OK， 所以我们完成了第一题的讨论。那我在讲这题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有点过度详细或者啰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就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会尽量让一些还没有学过这一课的学生也可以明白到这点。那希望大家从我的啰嗦的讲解当中，有学到一些可能之前你没有学过的东西。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第二题，这题呢，主要其实这题蛮容易的。OK，by the way 呢，想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我在解释这个 sample questions 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在看了题目 pause 这个 video， 然后先自己想一想，看看有什么 idea， 甚至于自己尝试把它做出来。当然，如果你没有 idea 的话，那你可以直接继续听我讲，或者是假如你纯粹懒惰想，那你也可以直接听我的解释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也非常欢迎你随时 pause 这个 video 去看一看题目，然后自己尝试。这一题呢，其实是蛮容易的一题。它主要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尽管虽然我讲 K3M 有不少算的题目，但是好像这一题呢，虽然你有一些数字，但并不一定讲有数字就一定要算的。OK， 我们马上看题目。今天题目告诉我们呢，我们有一个 hydrochloric acid， 然后我们要加 sodium chloride。So 今天我们有一个hydrochloric acid， 然后我们要加 sodium chloride。So 我们要看我们的 pH 从2变成多少。那其实这题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2。为什么？因为 sodium chloride 呢，它是盐是 neutral 的 ，OK， 而 HCl 呢，它是 acid， 它是 acidic 的，所以当今天我们拿一个 neutral 的东西放进去 acidic 的东西，它其实是不会影响到它，因此呢，这个2呢，它是不会改变，它还会是2，所以这题呢是非常容易，可能大家10秒钟其实就可以做到，只要你会做的话 ，OK， 所以答案是 B boy， 它的 pH 值还一样会是2。下一题，那这题就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计算了，但是这一题其实是比较容易的计算 ，OK， 这种题目呢是在 SPM 的计算题，有时候它会出来考你们的 ，OK， 但是就是顺便给大家看看，就是其实在 SPM 的一些题目的 level 也会跟 K3M 一些题目的 level 会相等，但是 K3M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难的题目，是我待会会说给大家看，就是比较困难的一点点的。那我们马上来做这题 ，OK， 这题呢题目就告诉我们讲。我们有一个 compound 是 Q2P3 的 formula 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假如我们要做一个 compound 的时候，我们每用2个 Q2 的这个 element， 我们就需要把它 combine 跟 P3 的，就是3个 P 的 element 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做成一个 compound。也就是讲 Q2P， 今天我每用2个 Q， 我就需要用3个 P。OK， 这是我需要用到的东西，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你每用2个 mole 的 Q 就要用3个 mole 的 P， 这样子的意思。那今天的题目已经告诉我们这个 element Q 的重量是 1.62 gram。OK， 然后题目已经告诉我们 relative atomic mass。So 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个跟 Q 的 relative atomic mass 来找到它到底有多少 mole 的东西，然后就去跟那个P 去做比较。然后找到 P 是多少 mole， 最后再把它换成 mass， 其实就拿到答案了。可能在 SPM 呢，它不会问到这样复杂，因为这个你需要做几件事情 ，SPM 通常做1-2件事情吧。在我正式开始跟大家就是说我的这个 solution 之前，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讲会对这题的影响很大很重要，但是它在 SPM 里面却很重要，就是很多人会以为 relative atomic mass 跟一个叫 molar mass 的东西是一样的 ，OK， 其实它们是不太一样的。relative atomic mass 的意思是什么？ relative 的意思就是相对。今天我们拿这个 Q element， 我们去 compare to hydrogen ion 的那个 relative atomic mass 是 1， 也就是讲 1 mole 的这个 hydrogen atom 会有1 gram 的重量。
所以今天如果讲你今天有一个 element， 也就是叫做 Q， 它在 1 mole 里面它的重量是 hydrogen 的27倍，那它的 relative atomic mass 就是27。OK，molar mass 其实是几乎一样的意思，但是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它的 unit 不同，它会是 gram per mole。OK， 而 relative atomic mass 是没有 unit 的。molar mass 就代表在1 mole 的东西里面你会有多少 gram， 可是 relative atomic mass 它由于它只是 compare to hydrogen， 今天你拿27 gram 的东西，你去 compare to hydrogen 1 gram 的东西，你拿到的东西其实是没有 unit 的。That's why relative atomic mass 是没有 unit， 但是 molar mass 就是有 unit 的。这个东西在 SPM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假如今天题目叫你讲 molar mass， 假如讲它是一个非选择题啦，它可能是一个 structural question。So 你拿到的答案，它叫你讲 molar mass 或者它叫你找 relative atomic mass 的话，结果到最后你写 unit 给他，那你其实你就会被扣分了。而如果他叫你找 molar mass， 你却没有写 unit 给他，你也一样会被扣分。所以其实 SPM 化学SPM 的化学它是很难拿到分数的，相比起其他的理科，就比如 physics 还有 biology。因此有些人会觉得化学并没有很难，但是你会发现你在你的 SPM 里面，化学很有可能会是你三个理科里面表现的最不好的那一科。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改考卷方面会比较严格，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有蛮多学生其实不太清楚的东西，那就会导致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分数。So今天之所以跟大家顺带分享这个题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去失去这个分数啦。那我们回到题目，其实这题很快就可以做完了。OK， 我擦掉这边一下。So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可以很简单。So 我们要找到它的那个 mole， 今天 1.62 gram。OK， 其实当你今天又忘记，假如你不记得这个27跟这个 1.62 要谁除谁，大家可以就沿用回我在第一题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一个 tips。可以看到这个是最 complex 的 unit。OK， 虽然题目告诉我们 relative atomic mass 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molar mass 跟 relative atomic mass 它的那个 value 是一样的，只是 unit 不一样吧。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27 gram per mole。OK，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 gram per mole，gram 在上面 mole 在下面，而今天我们已经有 gram 了。我们就把 gram 放在上面，然后我们的 mole 是多少 ？mole 是我们要找的。然后我们懂今天的这个 gram per mole 它相等于什么？相等于27，因为它的 relative atomic mass 是27，或者讲它的 molar mass 是27。就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解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问号放在这边 ，1.62 除27，然后把这个东西算出来就可以了。OK， 那比赛呢是可以带计算机进去的，大家不用担心。OK， 所以你会拿到的答案是 0.06 个 mole。So 运用这个unit 的方法，其实就算你认为你自己的 chemistry 或者讲你的数学方面的这个 chemistry 很差，其实你用我的这个方法，就算你是 chemistry 小白，你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就找到答案的。OK， 当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总之我们找到这个 element Q 一共用了 0.06 个 mole。这样 element P 需要用多少个 mole 呢？ based on 这个 ratio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2是 0.06， 3就是 0.09。OK， 这边再跟大家分享多一个 tips， 这个偏向于数学的 tips， 因为我是一个奥数老师，所以我经常会去就是接触到 ratio 的题目，我的学生有时候会不明白到底要哪一个除哪一个。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就是，当你已经写好你的 ratio 过后，你在这边画一条线，这边画一条线，中间写一个等于，所以2 over 0.06 mole 相等于3 over 什么？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做到，比如OK， 我这样子写0.06 相等于3除以什么，然后你把这个问号搬来搬去 ，OK， 3在这边，然后你这个0.06变上去变成2丢下去变除，所以你会拿到这个东西，然后最后你拿到的答案一定是正确的 0.09， 这是一个 ratio 的方法，你只需要画一条线，中间写一个等于，你就可以帮助你更不混淆的找到答案了。当然，如果你一眼可以看出的话，你就不需要啦。OK， 所以答案是 0.09 mole， 还没有做完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That's why K3M 会比较耗时，其实就是因为你会做比较多的东西。最后你已经有 0.09 mole 然后你要找到什么？你要找到它的你也懂它的 molar mass， 你要找到它的这个 mass 到底是多少。一样，假如你又 confuse 到底要拿谁除谁的话，那我这边就再次给大家演示多一次我的那一个方法。你只需要知道 molar mass gram per mole。所以今天题目给我们 P 的那个 relative atomic mass 或者讲 molar mass， 所以还是16。所以 gram 放上面 ，gram 是我们要找的东西，然后 mole 放下面 ，mole 是 0.09。所以这一题呢就相等于我把问号保留在右边，我把 0.09 丢过去左边，问号就等于16乘 0.09， 所以答案就会是
所以答案就会相等于 1.44，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1.44， so 1.44 gram， 答案是 C。OK， 那在我们进入下一题之前，跟大家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在做这几道题目的时候呢，我在讲解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详细，所以会讲的比较长。但是在现实的比赛里面，我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其实每一题会不到就是会用蛮短的时间的。很像这题呢，因为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可能大概会用2分钟之内就可以做到。而刚才的前2题呢，基本上每一题相信30秒之内我就可以做到。所以要如何做得更快，其实就是你多做一些历年考题，你就会快起来啊。OK， 下一题好的，那这一题呢是由于我在前面已经讲的比较详细了，可能在这接下来的几题我可以比较就是briefly 的跟大家去讲。那这一题呢，我们有一个 tetrachlorometane CCl4， 我们还有 methane， 还有 chlorine gas。So for methane 的话，这个是 carbon compound 的一克 ，methane 是 CH4， 一个 C 跟4个 H 组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那 chlorine gas 呢，就会是 Cl2，OK， 有很多的 gas 就很像 chlorine， 还有 oxygen， 还有 hydrogen，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都是以两个的形式来出现的，因为一个 chlorine 它是不够 stable 的 ，OK， 这边我就不讲太多废话，总之 chlorine gas 它一定要是2个在一起的。那今天这道题目呢，我们要 produce CCl4， 我们已经有 methane， 我们也有那个 chlorine gas， 我们要做出我们的那个 tetrachlorometane CCl4。So 这一题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就是就算你没有学过这一课当然你需要知道 methane 的 formula 是什么啦。可以当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算你没有学过这一课，或者你忘记了，其实你可以通过看题目有些 substitution， 你就可以知道 substitution 的意思是什么。substitution 的意思是替换。OK， 假如你英文不好，你就看马来文哦。tukar ganti， 你 tukar 一个东西又 ganti 回另外一个东西进去，所以就是替换的意思。今天你要拿到 CCl4， 你有 C， 你有 Cl4， 我们看这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OK， 我们有 C， 可是我们没有 Cl4， 所以就代表我们这个 H4 跟 Cl4 其实是需要做一个替换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替换的话，它就可以拿到 CCl4 了。当然，我们需要不一定是只拿一 side 的 chlorine， 可能要拿2粒的 chlorine 这样子。So 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了过后，我们尝试把这个 equation 做出来。OK， 我知道我要替换，所以我把 CCl4 的 Cl4 丢进去了 ，chlorine 丢进去了过后，我的 hydrogen 就要被替换出来。我后面还会有 hydrogen。hydrogen 在日常生活中它也会是以一个2粒的形式出现的，所以会拿到 hydrogen ion 不好意思 hydrogen gas 2个。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equation 还没有完，我们需要去 balance 这个 equation。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 C 已经 balance 了，左边和右边都有一个，而我们看到这个 Cl4 要4个 Cl4， 4个 Cl， 这边只有2个罢了，我们需要怎样才可以让它拿到4个呢？我们乘2 set 的这个 chlorine gas， 就是2个这个 chlorine 的 compound 在一起就会拿到4个了。So H4 也一样，这边有4个 H， 可是这边只有2个 H， 我们把它乘2就可以拿到，所以最终我们成功的做好我们的 equation， 那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了。好的，那这边我直接以一个比较快的方法来马上带大家去找到答案。今天题目告诉我们这个 rate of formation， 我们把这个东西 form 出来 formation， 然后我们要找 rate of disappearance， 就是消失 of chlorine gas， 我们要让这个东西 disappear。So 就是讲其实很简单吧，你甚至于根本不需要去理它到底这个 unit 是什么意思。当然我这边就随意讲一讲就是1分钟里面你可以 produce 出 0.05 mol per dm³ 的东西 OK， 那无论如何呢，你其实只需要知道它的 mol ratio of 这个跟你这2个主角是 2:1， chlorine gas 跟 CCl4 是 2:1， 今天 CCl4 它告诉我们它的 rate 是 0.05， 所以根据这个 2:1 的 ratio，你可以很容易的知道1:2是乘2嘛， 0.05 乘2就会拿到 0.10 哦，所以答案就是 0.1 啊。OK， 所以就这么简单，其实就可以拿到答案了。所以这道题目呢，其实一样，当你把这个 equation 可能用30秒的时间 list 出来，然后你马上做这个，也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拿到答案了。所以就是 practice make perfect。下一道题目，这道题目其实也没有很难，它一样又是一个 carbon compound， 我们马上来看。题目就是hydration of pentoin 会拿到什么 ？OK， 那我直接就画出 pentoin 给大家。pentoin 就是讲，首先看到 pen 就是很像数学我们学 pentagon
pentagon 就是五角星，所以 pentagon 就代表我们会是 carbon compound 会有很多的 compound 作为它的那个 skeleton， 然后我们会有5个 carbon， 因为它是 pen， 然后 pentagon 的 in 就代表我们会有那个 double bond， 由于它是 2就代表我会在第2个 carbon 开始我会有一个这个 double bond， 其他都是 single bond。OK， 最后我把我的 hydrogen 填上去就可以了。填的时候这里不需要填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填上去每个 C 呢，它会接触到的那个 bond 的数量就超过4个了，1个、2个、3个、4个，所以我们只要4个，我们不要5个，所以我们填到这里就足够了。OK， 总之当然我其实还没有画完，旁边是 H， 在真正的比赛为了省时间你是可以不画的，反正他又没有要看你的那个解法，他只是要看你的答案。OK， 那今天我们做 hydration， 假如你没有学过这课，那你能不能想到 hydration 是什么？ hydration 就是这样 hydrate， 你 hydrate 一个东西就代表你给它水，给它 water 就代表它是 H2O， H2O 就代表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 H 跟一个 OH。 所以今天当我们有这些东西我们要放进去这个 carbon compound 里面，那当我们 hydr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 double bond 会 break 变成 single bond， 它直接变成 single bond， 然后为了拿到4个，每个 carbon 一定要连接4个人的，所以这边就需要有2条线。那最后我们把我们的 H 跟 OH 放上去就可以了。有2种可能性，一种是如果我的 OH 放在这里， H 放在这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如果我的 H 放在这里，我的 OH 放在这里，就会拿到2种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答案其实会有2种不一样的结果。然后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呢？ OK， 现在 alcohol 有 OH 代表它是一个 alcohol。alcohol 的话呢，如果我们要命名的话很简单吧，我们看它的这个特别的东西，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 compound 里面只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 OH。 所以 OH 出现在第2个 carbon 的时候，它就叫 pen2O， pentan2O。 如果它是出现在第3个 carbon， 它就是 pentan3O， pentanol， 但是是2和3，所以这题的答案就出来哦，答案是 D donkey。 OK， 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题，这一题呢，So 这一题的话是 production of ammonium nitrate fertilizer from ammonium。那这题会稍微比较难一点，这就是在 SPM 里面很少会看到的题目了。那我们先看题目啊，题目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 produce 34吨的这个34吨的 ammonia，就是我们有34吨的 ammonia 在这里和这里，然后我们要 produce 出的是 fertilizer 就是这个 OK， 就是 ammonium nitrate。 那今天我已经知道我有多少的 ammonium 了，不好意思，我多少的 ammonia 了，然后我要知道我可以 produce 出多少吨的 ammonium nitrate， 我只需要用 mole ratio 其实就可以做到。然后怎样做到呢？ OK， 等等啊，我的笔在哪里？ OK， 找到了。So 今天呢，我们首先看到这边有2个 equation， 一个是 stage 1跟 stage 2， 为什么会有2个 stage 呢？这个是 ammonium nitrate。ammonium nitrate 要直接 produce 出 ammonium nitrate 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nitric acid 和一个 ammonia。ammonia 我们本身就需要用它，然后当我们今天想要得到这个 nitric acid 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就需要用 ammonia 这个人来 produce 出它的。也就是讲，每当我要 produce 一个每当我要 produce 出一个 nitric acid 的时候，我就需要1个 mole 的 NH3， 所以这里本身也需要1个 mole 的 NH3， 就是讲总体来讲我其实一共是需要有2个 mole 的 NH3 才可以拿到这个答案的。所以我们就得知的一个东西，重要的东西就是 ammonia 的那个 mole ratio to NH4NO3 的这个 ratio 就会是 2 to 1， 给你每2个你才可以拿到1个。今天题目已经告诉你有34吨了，然后你可以拿到 NH4NO3 是多少。 OK， 首先呢，大家肯定不能做的一点就是千万不要觉得34你就拿到17。 OK， 题目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很幸运的就是选项也没有17这个选项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因为这个东西是 mole ratio， 不同的 compound 在同样数量的 mole 里面你会有不一样的 mass， 你会有不一样的重量，你的质量。 So 同样的 NH3 呢，我们可以先找到它的那个molar mass of NH3。 So N 是14， H 是1，然后有3个，它的 molar mass 是17。 OK， 它的 molar mass 是17 gram per mole， 我先记录在这边。 NH4NO3 的 molar mass 就是 N 其实有2个，
，OK， 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 ，so 有2个，然后 H 有4个，然后 O 有3个，把这个东西加起来，你会拿到80。OK，so 它的 molar mass 是80 gram per mol。OK， 那这里呢，真正最正确的方法，假如讲我今天是你的老师，那我可能会授给你的方法就是34吨。OK， 我首先把它换成公斤，然后再换成克。每1吨有1000公斤，每1公斤有1000克，所以34吨其实你要换成克的话，还会是34百万。然后最后你找到那个 mol， 找到还有多少 mol， 然后最后你用 mol ratio 的原理找到我们的另外一个人，也就是 NH4NO3 又有多少 mol， 根据 mol ratio 2:1 的原理，就我们再把这个换成那个 mass， 其实就会找到答案了。但是聪明的我 ，OK，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这样子自夸。总之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tricks 其实来帮助我们更轻易、更快速的找到答案。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是34吨 ，OK， 聪明的我们就可以根据选项这边看到它也是吨，就可以得知我其实反正两边都是吨，我需不需要换 unit 换成 gram 呢？不用哦。OK， 我就只需要用 relative atomic mass 的原理，我知道这个17的时候，这个就是80就可以做了。OK， 所以今天这题呢，我有17，然后我有34吨，然后我除17。OK， 为什么我是知道我拿34除17呢？一来你可以知道这是 gram， 这是 gram per mol， 用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教大家的方法，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二来，我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通常这种 fix 的东西，比如 molar mass 是 fix 的。因为它是 constant 的，你会放在下面。而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今天 experiment 里面，或者是今天这个工厂，相信这是一个工厂要做肥料啦，不然我们不需要到34吨的这么多的这个阿摩尼亚嘛，肯定是不可能。如果我们只是要做实验，我们可能做就是可能20 gram 的那个阿摩尼亚就够了哈，这样子。So 这个东西我们拿来除，我们会拿到2。OK。当然这里的话其实真正是200万 mol，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去做，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所以根据 mol ratio 的原理，你就会找到这边会是1，因为它是 2:1 的 ratio。所以 ammonium nitrate 你会拿到，当 NH3 的 mol 是2的时候 ，NH4NO3 的 mol 是1，当然现实生活中它是100万。OK， 那今天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换回去就可以了。我们知道这个80是每当我们OK，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就是答案就是我们乘80就会拿到答案了。OK， 在中间我省略的步骤就是我首先乘100万，最后再除100万。那个步骤你其实也可以做，就是你会拿到80百万，然后最后你再个。当然这里我用 cut short 的方式，我可以直接快速的拿到答案。总之答案就是 B boy 乘80就是它的 molar mass， 只是我乘的不是 gram per mol， 我乘的是我 compare to 这个17。OK，so 这题就解决了，那还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做多练习大家就会熟悉了。下一题，这是最后一道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OK，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的题目。但是我其实觉得已经分享了不少，可以让大家看到各种不一样的题目了。那第35题呢？这题在 SPM 里面我们知道 density 的意思，但是题目很少会问 density 的这个算术的题目的。我们无论如何呢，这边的意思就代表在 1ml 里面我们会有 0.789 gram 的这个 ethanol。今天我们要做10 gram 的 carbon dioxide 出来，这里我就用比较快速的方法直接说给大家看我会怎么做。carbon dioxide 我已经知道它的重量了，我通常基本上 K3 的题目就是我需要换它成 mol。carbon dioxide 的 molar mass 是多少？ CO2， 我有1个 C 跟2个 O， 所以把这个东西加起来你会拿到44。So carbon dioxide 是44，我今天只有10，我除以44的 molar mass， 它是 constant 的，所以我们放下面，那这边你就可以拿来除。OK， 这题的答案应该就不太美了。对，答案不太美，但是你可以用计算机去算出来的，你会拿到 0.2273 的 mol。So 用 mol ratio 的原理，今天我们要找 ethanol， 当我们今天知道这边是 0.2273， ethanol 就会是多少？就会是一半 0.1136。是吗？对，我的心算是正确的。OK， 0.136左右或者137大概这样子。So 我们最后呢，我们要找到是 volume of ethanol， 但是我们这边拿到 ethanol 的 mol。OK， 我们可以找到 ethanol 的 molar mass， 但是这边根本只有 gram 跟 ml。根据我刚才在第一题、还有第3题、还有上一题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最复杂的这个
来找到它，就是你拿 gram per ml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都没有 gram 都没有 ml， 我们只有 mol， 不用担心。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找出它的 molar mass， 你就可以找到 gram 了。这个东西的 molar mass 是多少 ？OK，C 有2个。H 有这边有5个，后面又有多1个，所以有6个，再加 O 有16乘3，不好意思 ，O 只有1个啊，乘1就好，在这里不用写，所以12乘2 24，再加6再加16，你会拿到46 gram per mol， 所以46 gram per mol 会是这个东西的 molar mass。那今天你有 gram per mol， 你还有 gram per ml， 我们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gram per mol 我们找到它是46，这个东西呢，46呢就会相等于什么？ gram 除 mol。gram 我们有吗？还没有，所以这个是我要找的。mol 呢 ？mol 我们有吗？我们有 0.1136 啊，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 question mark， 我们只需要把 0.1136 丢过去旁边，我们就会拿到答案。所以46乘 0.1136， 用计算机算，你就会拿到 5.2256。所以这个 5.2256 呢，它其实就是 gram。你可以看这边的 unit 你就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是 5.2256 个 gram。当我们找到这个过后，然后我们现在去做下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有 gram 了，这边要找的题目选项。其实我刚才漏讲了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先看它的选项有 ml， 所以基本上这个会是最后一步来的。是不是又学到一个 tips 了 ？gram 除 ml， 我们已经有 gram 了。So 根据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那 tips， 所以你只需要写这个 unit 在这边 gram 除 ml， 然后你就写等于今天我们已经有 gram 了，也就是 5.2256 gram per ml 就是 density 来的，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东西是等于 0.789， 然后我下面就要除 ml 是什么？就是选项要我们找的东西，所以今天 question mark 这个东西你用数学的原理把它搬来搬去，你就会拿到答案，也就是question mark 就会相等于 5.2256 再除 0.789， 把这个东西除一除，你就会拿到答案是，我拿到的答案是 6.623。OK， 所以这个就是这题的答案。有这个答案吗？虽然没有讲很精准，因为我只拿4个小数点，或者讲这个答案它是拿比较少的小数点，但是其实不用紧的。OK。反正很明显这个是最靠近的，而且也超级靠近，所以相信自己，答案就是 B boy 6.63个 ml， 只需要用一些 unit conversion 的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做到这题了。OK， 所以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几道 sample questions， 可能我讲的有点长，不好意思，请大家多多包涵，如果我有讲错任何的东西。那无论如何呢，我给大家展现的这几道 sample question 呢，它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其实他们的题目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这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多东西是其实你可以学习的。学习的方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通过做历年考题咯。唯有当你去多接触这类型的题目，或者讲多学习各种不同的方法，那你才可以在这个比赛里面更加游刃有余，然后可以就用更快的速度找到更精准的答案。好的，那其实呢，大家不要走开，因为虽然我已经跟大家分享完这sample question了，但是我的分享还没有结束，还有一些关于 KSM 的其他东西，就比如它的报名方式啊，还有比赛方法啊，那些我是还没有跟大家交代的。OK， 现在我会跟大家交代，所以大家记得继续的专心的去聆听。好的，那首先就是如何报名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是需要通过学校报名的。如果你的学校本身就已经有参加过这个比赛，那你可以直接去找你的化学老师跟他聊一聊，就是刚好告诉他你想要报名，然后他就会去协助你了。而如果讲你的学校是没有报名过这个比赛的话，你还是想参加，有没有办法呢？其实你可以直接告诉你的化学老师，跟他讲你有兴趣想要报名这个比赛，看你的老师能不能帮助你。或者是一般上这个比赛呢，通常会是由你的学校的化学主任 Ketua Panitia Kimia 去负责的。当然有些时候也是你本身的，就是如果你讲你跟你的 Ketua Panitia 不熟，你可以直接跟你的科任老师、你的化学老师讲，完全没问题。但千万不要认为讲就是你叫老师去帮你去报名这个比赛是一个麻烦你的老师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这样子想。这是因为呢，其实当你成功的在这个比赛拿到一个奖，比如拿到 Merit、Distinction 甚至是 High Distinction 的时候，你的老师就会感到非常光荣，你的学校也会感到很光荣的。就是如果你主动的对化学有兴趣，我相信你的化学老师也会非常有兴趣想要帮助你，所以你可以跟你的老师说一声，如果你的学校没有报名。那我自己本身呢，而我在阿萨西宾大的时候，就是我 Pre-U 的时候我还感到挺光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成功就是
当我的老师已经知道我在这个 K3 这个比赛的经历了过后，老师也开始对这个比赛有兴趣，所以我的这个阿萨西宾大的讲师呢，他就把这个 K3 的比赛带入我们阿萨西宾大，所以从我的下一年开始呢，好像 K3M 这个比赛就已经成为了我的这个阿萨西宾大一个历年Pre-U 学生会参加一个比赛了，所以我也是感到有一点光荣，然后呢，这个比赛它是有报名费的，它的报名费其实是10令吉而已。OK， 10令吉其实是很少报啦，这个10令吉就包括了，它需要把你的题目印出来，然后寄去你的学校，然后它还会给你实体的一个证书。由于我是奥数老师，所以我知道有一些的奥数比赛它会收很高的报名费，比如100令吉。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学生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其实这些奥数比赛有一部分的奥数比赛收费很高的奥数比赛，它基本上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它并不是为了帮助学生或者培养学生的兴趣，所以那类型的比赛呢，大家其实不会看到我在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在分享这些比赛介绍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比赛都是我经过过滤过，要么是我参加过，然后我又认为这个比赛很值得参加，对我来讲很有帮助，又或者是总之我会过滤掉那些我认为不适合、不值得参加的比赛，只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值得参加的比赛，就比如今天这个 K3，我认为是我参加过最有意义的比赛之一。好的。那这个比赛会是如何进行呢？我个人认为今年会是以线下的方式来进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线下，除了2021年是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因为疫情嘛，但是现在疫情已经慢慢放缓了，政府也即将就是放宽，就是大家可以不戴口罩出门，所以相信这个线下进行应该是没有问题。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没有提到可以带什么进去，或者讲你不可以带什么进去你的比赛场所。比赛的地点在哪里 ？By the way， 基本上就会在你的学校的某一个地方哦，你的老师可以就是安排给你们。那你是不可以带书和参考资料的，因为它是一个靠自己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比赛哦。那但是一定要带你的计算机进去，因为有不少计算的题目，就算你的心算不错，你带计算机进去也是可以放心嘛。就有一些题目还是有比较多小数点，用计算机算比较容易，比较快。那记得带 2BB， 因为正如我所讲，选择题的题目的比赛通常它都会是有 OMR 的这个涂黑纸的，带你的 2BB 去，然后带橡皮擦，就是把你的答案涂黑的美美。好的，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就是 chemistry 这种比赛你可能会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就是 chemistry 的那个 periodic table 元素周期列表。So 大家不用担心，你是不需要带进去，因为 K3M 它会送你一个精美的 periodic table。当然我这里拍摄到可能显得并没有讲特别精美但是它是一个有一点硬的一张纸，然后它是五彩缤纷，就是还有很美丽的颜色。第一面呢，它会是就是正常的 periodic table， 它会给你它的 proton number， 还有它的 mass of 你的每一个 element。然后呢，右边的这个就是它的背面，它会告诉你一些 constant， 就比如我刚刚constant。就是6.02乘10 power 23这些东西它会写给你的，所以你是不需要背起来，它会给你。OK， 当然为什么讲这个 periodic table 会有纪念价值？因为其实身为一个理科学生，有拿化学的学生，你会经常在做化学的功课或者是复习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个 periodic table。有些学生呢，你会只可以去看你的课本的最后一面，每天就拿着你厚厚的课本来翻看它的 periodic table， 或者是可能有些人有去印出自己一张丑丑的 A4 纸，可能现在已经成为闲菜了。而如果你今天有拿到这个精美的 periodic table， 通过参加这个比赛，那你是可以把它带出你的考场，然后以后你在做功课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随身携带，然后可能你的朋友就觉得哇，原来你是有参加过 K3 这个比赛，对你另眼相看总之它是一个有纪念价值的一个东西。那最后这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给大家几个忠告，就是讲如果你已经对这个比赛非常有兴趣，然后你打算参加，那你接下来要做怎样的准备，才可以帮到你在这个比赛拿到更好的成绩。如果你是中四的学生，你就要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之所以能在中四就拿到 distinction 的成绩，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预习。因为 K3 这个比赛它是除了中四的题目，它也会就是考你中五的东西，整个中四和中五，所以我其实在中四的时候，我就为了这个比赛我去提前预习了中五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预习是一个很久的 process， 其实你要预习完一整年的东西，并不会花很多时间的。OK，我不太记得我 chemistry 用了多久时间来预习，因为
因为我的 chemistry 我是蛮早就开始准备，所以我是慢慢读的。可是我记得我在预习我的 physics 中，我的 physics 纯粹是为了 SPM 而提早做准备啊。我在预习我的 Form 5的 physics 的时候，我其实只花3天的时间，我就成功预习完整年的东西啊，整本课本就翻完了。OK， 这是因为其实当你自己在很专心，就是很认真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读书，你是可以在短时间里面拿到很大的效果的，就很像我预习 physics 的时候一样，我自己也吓到，原来3天就可以读完一整年的东西。OK， 所以预习真的非常重要。这边顺便打个广告，OK， 我这边有一个 Power Up Academy， 就是一个补习中心。这个补习中心呢，它主要是会为大家推出一些课程，当然就包括帮助学生可以快速预习完一整年的课纲的课程，也会用大概12堂课的时间就预习完一整年的课程。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每堂课只需要2块半而已，可以讲是全马数一数二最便宜的补习，然后质量也非常高，参加过这个补习的学生都认为非常棒，帮助很大。好的，停止广告。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如果你是中午的学生呢，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一样，你要预习，因为这个比赛呢，很像如果在我以前的年代的话，是在大概7月进行。在目前如果有疫情的话，可能你可以自行加一个2-3个月，因为那个学期比较迟开始。但是就是当这个比赛开始了过后，可能你的学校老师是还没有教到那个部分的，因此呢，你就可以提早预习完一整年的东西，而且提早预习还可以帮助你，就是提早为 SPM 做复习，肯定对你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咯。那再来呢，如果你是 Pre-U 的学生，非常遗憾的告诉你，就是我的忠告很简单吧，就是预习。为什么我会重复3次？因为它真的非常重要。Pre-U 的学生，其实我在 Pre-U 的时候，我拿这个 K3 的比赛的时候，我是刚进入阿萨西，并不是很久的，所以我是肯定还没有，如果跟着老师的步伐的话，我肯定是还没有读完就是 Pre-U 的东西，那我在参加这个 K3 的时候肯定会拿到蛮低的分数的，因此我就有提早就是预习完全部 Pre-U 的东西。假如你已经开始读 Pre-U 的话，你可以提前预习完你自己的 Pre-U 的东西。但是假如讲你今天只是一个 SPM leaver， 你还没有开始读 Pre-U， 你甚至还不懂你要读哪一个 Pre-U 的话，给大家的建议是你可以去读 STPM， 又或者是 A level 的这些参考书。A level 的参考书你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上网，就是很轻易的找到免费的 e-books， 然后就是可以提前的自修去预习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个也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一点，记得拿出你的笔和纸记录下来。哪一些 topic 在 K3 会比较热门？第一个是 carbon compound， 刚才 sample questions 里面就有为大家展示过了。还有就是 acid base 和 salt， 以及 rate of reaction， 还有最后一个是 thermochemistry。所以这几课呢，它会在 K3 里面，要么它会出比较多题，要么可以肯定的就是每一年都基本上一定会出。所以大家在就是自修这几课的时候呢，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去尽量的把它搞得明明白白，确保自己什么东西都懂，然后才去上战场。所以这几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有用，就是非常重要的课，要多放一些重心在这里。好的，那以上就是关于 K3M 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呢，一般上我在做这些比赛分享，假如讲我能力许可，同时时间也许可的话，我通常就会为大家推出一些课程来帮助大家，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用自修的方法靠自己的话，那你其实可以用一些专人的帮助，就是有时候我会录制一些课程来帮助大家。但是在今天的这个 K3M 的这个比赛呢，我是没有为大家推出我自己的课程，而是我将会为大家去推荐一位老师。OK， 这是因为我本身呢是没有这么专业的在化学这个领域，还有在 K3M 这个领域，我也没有多少就是教学生的经历，因此呢，为了帮助大家，就是我会为大家提供多一个选项。OK， 当然我这里先强调一点，然后在 K3M 这个比赛里面，你要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你是可以用自修的方式的。当然自修的方式，你肯定就需要走比较多的冤枉路，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和更加多的努力，你才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但是假如讲你今天有需要，就是你认为你自己需要一个好的老师去带你的话，那我这边就会推荐给大家去一位老师啊，就这位老师呢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师，他是已经有超过20年的化学执教经验了，他在化学这个领域非常有经验，在 SPM 其实也是有很多年了，然后 K3M 也是有成功的在这个 K3M 比赛里面有专业培训了很多学生很多年了，那也有成功的就是培训到一些学生从本来成绩很差，然后就在短时间里面可以突飞猛进拿到不错的成绩，也有就是把一些本来就已经不错了的学生拿到在 K3M 里面拿到一个更加好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这位老师呢，他的 quality 是肯定有在的。那这位老师呢，就打算就是已经在就是
计划推出一个视频课程。那这个视频课程呢，它的详情就有包括了。首先呢，这个视频课程是只限 O level， 就是 Peringkat Asas 中四和中五的学生而已，就是老师会在这个视频课程里面讨论的东西是 O level 的东西。OK， 所以如果你是 Pre 的学生的话，那暂时是没有专门为你做一个课程。但是如果你是中四和中五的学生的话，那这就是你的福音，那你就有这个福利，就是有这个选项可以去购买这个视频课程。在这个视频课程里面呢，会主要讲解 K3M 历年考题的回答方法，然后老师是用英文讲解的。K3M 的历年考题讲真的我个人也非常同意，就是它是准备这个比赛最好的方法，就是刷它的历年考题。那老师会一共从2008到2021年，一共14年的这个历年考题的解题视频，会详细的把每一年的40道题目去详细的跟大家解说，当然就包括一些解题思路然后会为大家提供一些 tips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题目要怎样做然后有什么更快的方法来做这类型的题目等等等等。So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课它是比较长的一个课来的，因为一共14年的这个历年考题解说，它不会很像我今天这个分享短短的1个小时多，就其实并不是讲你今天去出席我今天的这个分享过后，当然肯定对你会有帮助，但是不一定可以让你就从这以后再可以拿到超级好的成绩，或者讲如果你今天去听，假如讲今天这位老师呢，他去办一个讲座，给你2个小时的 tips， 但是到最后呢，你会发现到其实对你的帮助也没有讲特别大，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在经过深思熟虑过后，从今年开始，老师打算就是推出这个历年考题的解题视频，认为可以通过这个解题视频来更好的帮助到大家。那通过参加这个视频课程呢，老师也会附送你历届的考题的题目，这个考题题目是我也没有的，所以这个历届考题题目呢，K3M 本身官方它是没有对外分享，然后也很遗憾的就是它没有对外出售，所以如果你通过购买这个视频课程的话，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历年考题。那你的上课方式就是老师会强烈建议你先提前自己先做好这个历年考题过后，然后你才去打开老师的视频去看老师的解说，可以看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看看老师的解题的方法跟你的方法有什么差别，来让你从中得到进步，就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进步的方法咯。So 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个人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我对这个课程的看法是怎样的。那首先这位老师是真的挺专业的啦，我有看到老师的一些就是这个视频课程的这个 sample， 然后我是认为老师讲的确实是很好，至少我可以跟大家保证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些 sample question 大家满意的话，那这位老师这位专业的老师肯定会让你们更加满意，而如果你们对我刚才 sample question 的解说不太满意的话，那大家也可以尽管放心，因为这位老师他经验丰富了，所以他肯定可以很容易的就是把你教到会为止的。那这个课程呢这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认为这个课程它其实一点都不短，它不像一些 intensive course 可能你参加5-6个小时的课就结束了，而这个课程呢其实整个课程总体来讲加起来大概会需要大概30个小时的总时间，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假如讲你真的是对这个化学很有兴趣，你愿意去花费一点时间来上这个课的话，那你才去参加这个课程。如果讲你觉得你只是对化学只是还好而已，你只是为了课外活动分数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太建议你去参加这个视频课程，因为你要自己有意愿和愿意去努力，你才可以学到东西的。以一个客观角度，到底你该不该去参加这个比赛I mean 参加这个老师的视频课程，所以这个课程的学费呢，其实还是不低的。此外呢，它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这是因为呢，K3M这个比赛它本身的题目就不简单，而且它也需要很专业的人士才有能力去教会大家。此外呢，你也需要一个在这方面很专业又有经验的老师来教，所以学费肯定是不低的。那老师在以前呢，在今年推出这个视频课程之前，老师是以1对1的方式来教学的。1对1的方式呢，它就有一个限制，就是时间有限，所以老师没有办法就是把太多的东西都教给他的学生，因为有时候时间到等等。但是视频课程的好处就是老师可以把他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在视频课程里面跟大家分享，反正大家是有时间，就是可以随时自己安排时间，大家有空才去看，就不会有时间的限制。然后老师也就是不打算收太多的学生，以往呢老师1年呢基本上都只会收1到2位学生而已，这是因为
老师不想把他的心思就是分散在太多不一样的学生上面，但是如今呢，通过视频课程，老师就有能力就是开放多几个的名额给大家。当然，老师也是不希望就是太多的人来参加这个老师的课程。老师会限制一个名额的数量，原因是因为K3M 这个比赛呢，老师只想训练就是真正有心想要在这个比赛走得更远的人而已。如果讲你只是纯粹家里有钱，然后你想要就是意思去购买这个课程，然后没有什么打算去认真的去学习的话，老师是不建议你去购买他的课程的。因此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对化学是真的有兴趣，同时你又希望在 K3M 这个比赛里面可以有所收获的话，同时你的家庭条件也许可的话，那这个视频课程就非常的适合你，它可以帮到你。那这个课程可以帮到你的第一点就是，肯定你可以在 K3M 这个比赛里面可以更高效的去准备。当然你可以用自修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自修再加上这个老师的辅助，你肯定可以更加少走冤枉路。第二，你可以提高你的 SPM 考试成绩，正如我所讲的，可以化学的 SPM 在里面它的改分的机制是比较苛刻的，所以这位老师在 SPM 也有比较多的经验。那老师可能在分享 K3M 的题目的时候，也会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些 SPM 的答题技巧。那除此之外呢by the way， 当你其实掌握好 K3M 的题目过后，你在 SPM 肯定是如鱼得水，对你来讲是易如反掌的。那也可以帮助你增加对化学的热爱。无论是你有参加这个课程，还是你纯粹多做这个多接触这个比赛，其实呢，它的比赛是很有就是很有趣的，它的题目。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在我参加 K3M 比赛之前，我对化学的兴趣没有讲特别的浓厚，但是在我接触好 K3M 的历年考题过后，我就觉得K3M 的题目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它会比较有挑战性，我认为化学没那么无聊，然后也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之外呢，如果你可以掌握到这个 K3M 的题目，对你来讲 Pre-U 肯定是更加的轻松。OK， 你可以以更轻松的姿态去掌握好你 Pre-U 的 Chemistry。那如何去报名这个课程呢？可以在那之前我补充一点这个课程虽然讲它是比较长，但是其实它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整个课程时长大约30个小时。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比如大家要比较轻松的去上课，可能大家每一个星期去花费一个2个小时的时间来上课，那大概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也就可以上完这个课。那如果讲你是比较属于想要在短时间里面快速上完课的人，就很像我，那你就其实可以随便选一个假期的时候，就快速的把那个课看完，可以把老师的视频课程看完。那其实时间方面，只要你有那个意愿去学习、去努力的话，时间其实只是你自己会不会安排时间罢了 ，OK， 其实都是大家都可以做到的。那最后如果你要报名这个课程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这个 video 底下的描述栏，也就是 description 那边。假如讲你找不到这个链接的话，你可以在 comment 那边询问我，我会去协助你。那点进这个链接过后，你会得到这个课程的详情，然后那边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联络到这位老师。所以就可以自己去找这位老师报名和购买这个课程啦。那老师呢，他会在这个5月9日的开斋节假期期间呢，会去完成这个视频课程的录制。老师其实是已经开始录制到一半了的，只是还有一些还没有录完。然后老师也会在这个假期期间去检查，就是确保老师讲的东西都没有错误。然后因此呢，如果你提早预定的话，就是在5月9日老师录制完之前就预定的话，会有早鸟优惠。但是你在预定了过后，老师没有办法在就是马上给你那个视频，会在老师5月9日录完过后才马上给你那个视频。所以提早预定的话会有早鸟优惠哦。那名额是有限的，老师没有要收太多的学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假如讲你真的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尽早去购买这个课程吧。那最后我再补充多一次，就是这个课程呢，它其实只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而已。大家如果要通过自修的方法来去在这个 K3M 走得更远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OK， 这只是多一个选项。如果你有兴趣，那你可以去了解并报名。如果你想要自修，也是没有问题。好的，那我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其实就告一段落。今天的分享比较长，主要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有很多。那其实呢，在我准备这个 PPT 的这个 slide 的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我是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好了的，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想到K3M 这个比赛很不错，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又不希望大家就是对这个比赛一知半解就去报名，想要给大家更详细的详情，然后给大家多一点的 tips。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开始去准备这个 presentation slide。我每想到什么新的东西忘记加的，我就加进去补进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其实拖到今天我才终于可以忍不住觉得，我如果再不赶快的把这个东西录给大家的话，那可能今年的这个比赛大家就来不及准备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把这个 video 录好，然后准备给大家。
大家如果讲对这个今天我的分享有帮助的话，或者讲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那大家其实可以就是帮我点一个赞，然后帮我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如果讲你对这个比赛呢有任何的疑问，那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询问我，特别是如果你刚才是没有出席我的首播，你是在过后才看到我的影片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 comment 那边去询问我。当然我不一定会马上回答你啊，但是我会不定期的随时就是去我的这个 video 下面看到底有没有新的评论，如果有评论的话，我就会去回答，然后去协助大家这样子。最后呢，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不要忘记去订阅我的频道，点击 subscribe button，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之后呢，在经过过滤过后，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就比如其他有意义的比赛的分享。那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记得 subscribe， 然后打开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更多影片和内容了。那也可以随时去光顾我的去我的 channel 这边逛一逛，可能会有你其他对你有帮助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最后预祝大家比赛顺利，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拜拜。